你知道在三国中最精彩的一场战役是什么吗？我看肯定很多人会说赤壁之战或者官渡之战，但事实真是如此吗？为让排名更有说服力，我结合了历史和小说，将10大战役重新进行排名，现在就为大家一一奉上。第10，胡杨之战。这场战役可以说是《三国演义》中最精彩的片段之一，剧情跌宕起伏，精彩连连。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去描写这场曹操和吕布之间的战争，而且两边的阵容都堪比全明星。曹操这边有夏侯淳、夏侯渊、典韦、于禁等9位大将及三国第一谋士郭嘉出战，而吕布则有高顺、张辽、宋宪、魏延等9位健将和谋士陈宫应战。几乎当时2个集团的重要将领全部倾巢出动于此战。在这场战争中，你不仅能看到各种围攻、单挑、冲锋等精彩场面，还有双方谋士的反间计以及将计就计等战术谋略，双方也是打得有来有回，可谓是跌宕起伏，属实精彩。但这场战役在历史中就显得有些乏味单调，毕竟战争不能当作儿戏，这也是小说和历史之间最真实的区分。第9和第8分别是火烧新野和博望坡。众所周知，在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后，放了3把火，这便是其中的前2把。诸葛亮第1把火，火烧博望坡，夏侯惇大败，于是曹操便亲自领兵征讨新野。等到他们到达目的地时，看到的却是大开的城门。曹操手下曹仁以为城中无人，便引军进城驻扎，但就在眨眼间，他们都葬身于火海之中。原来此时的刘备早已退至樊城，留下赵云等人火烧新野。一时间，曹军自相践踏，死伤无数。现在就等赵云进场收割人头就行了。这一战，曹仁大败。第7，上方谷火烧司马懿。其实这是小说中虚构的故事，同时也是诸葛亮放的第3把火。当年东吴和蜀汉两军在渭南相持很久，由于蜀军远道而来，不可久战，于是诸葛亮想用计策把司马懿引入上方谷，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易燃物质1把火将司马懿众人烧死。于是待魏延把敌人引到上方谷时，一瞬间吴军被烧得火光冲天，眼看司马懿等人将葬身于火海，谁料此时天降大雨，将大火扑灭，司马懿也侥幸逃过一劫。此时诸葛亮也不禁感叹：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不可强求也。你知道三国10大战役排行吗？今天他来了。第6，荆州之战。相信大家对这场战役一定都不陌生，它是关羽威震华夏的巅峰之战，但同时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战。建安24年，关羽率军从荆州南郡出兵，进攻曹魏占据的襄阳、樊城。此战中，关羽先是围攻曹军，然后水淹七军，重创曹魏，从此威震华夏。但接着吕蒙偷袭荆州，关羽败走麦城，最后被东吴伏杀。这场战役虽然成就了关羽，但对蜀国的影响巨大，不仅损了很多兵，折了大将军关羽，还丢失荆州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此战导致蜀汉与东吴长达10多年的同盟关系瞬间打破，反目成仇，导致最后发生夷陵之战。第5，夷陵之战。这是刘备生涯的最后一战，也是对东吴发动的最大规模战役。在刘备称帝3个月后，他就急火攻心，以替名将关羽报仇为由，挥兵东征讨伐孙权，气势强劲。孙权求和不成后，决定一面向曹魏示弱，避免两军作战，一面派陆逊率军应战。陆逊用以逸待劳的方法阻挡了蜀汉军的攻势。后来刘备下任时犯了兵家大忌，这对东吴是个绝好的机会，于是陆逊决定用火攻，当夜便去刘备军放火，果然火烧800里，烧得刘备兵败将亡，险些丧命，不得已退回白帝城。夷陵之战的惨败是蜀汉继关羽失荆州后又一次实力大损，此后蜀汉成为三国中最弱小的一国。第4，汉中之战。这是刘备和曹操为了争夺汉中而展开了一场史诗级大战，曹刘双方都投入了非常多的战力。刘备方参战将领张飞、马超、赵云、黄忠等，曹操方参战将领夏侯渊、张合、徐晃、郭淮等，参战的都是三国时期的名将，可谓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，简直就是神仙打架。而且无论从哪方面讲，汉中之战都丝毫不逊色于三国时期最著名的3大战役，可以说比其中的任何一场战役都要精彩。然而这场持续了近2年之久的战争，在史书上却交代的非常少，历代也少有对这场战争的战术评价，这也是为什么汉中之战只排在第4的原因。原来在三国中最精彩的战役竟然不是赤壁之战。现在带大家了解一下最后的排名。第3，官渡之战。这是东汉末年3大战役之一，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。当时袁绍坐拥70万大军，然而还处在发育期的曹操却只有区10万人马，而且粮草也供应不足。按理来说，这不是爸爸打儿子乱杀曹操的吗？然而结果却不是这样。其实当时袁绍只需听从谋士的意见，必能夺下官渡，歼灭曹军。可是袁绍偏偏没有这样做，他刚愎自用，我行我素，自以为兵力相差悬殊，胜券在握，完全不把曹操放在眼里，而且还让生性好酒的敦于琼去驻守屯粮的乌巢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责怪并怀疑谋士许攸，这导致许攸直接背叛袁绍，投奔曹操，献上火烧乌巢之计，最终袁绍大败。第2，赤壁之战。这场战争发生在东汉末年，孙权、刘备联军于长江赤壁一带大破曹操大军的战役，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之一，并且在《三国演义》中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赤壁之战，尤其是突出表现诸葛亮的神机妙算，而且情节十分生动，读起来让人觉得荡气回肠。但是同样要明白，小说是有一定的虚构和夸张部分，当做文艺作品来看并无不妥，但是万万不能当做真正的历史来看。其中的草船借箭、诸葛亮借东风、以火攻大破曹军，看着真是大快人心。最后曹操北回，孙刘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，奠定了三国
鼎立的基础。第一，北方统一战。为何将曹操的北方统一战排在第一名呢？其实是有一点点小私心的。在这场战役中，曹操的优点显露无遗，很难不爱上他。在战役中，曹操深谋远虑，善纳良策。他利用汉室名义争取民心，重视战略基地建设，实行屯田，发展经济，治军严整，赏罚分明，严阵若定，善于捕捉战，抓住作战的关键，出奇招制敌。最终，曹操大破袁熙、袁尚等数万骑兵，至此，曹操统一北方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你们觉得这10大战役排行跟你们心目中的是否一致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。